我是一家集团公司的总裁。20年前，我老公魏大海，渣男一个，整天花天酒地，妻儿不管。我一怒之下和他离了婚。为了避免日后和渣男再有纠葛，我将儿子的姓氏改姓周，希望儿子周磊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，别像他的渣男老爹那样烂人一个。毕竟我辛辛苦苦20多年经营起来的集团公司，是希望儿子能继承的。这20多年来，我给儿子最优质的资源，最优质的教育，还有8辈子花不完的钱。妈，我和倩倩准备结婚了，这是彩礼清单。今天儿子带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回家，递给了我一个结婚清单，这份清单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。彩礼共计要求1314万，寓意一生一世，其中包含现金999万，寓意天长地久，还有银行转账365万，市中心买一套不低于400平的大平房，房产证上写苏倩的名字，车子买法拉利就行，还要给苏倩爸妈再买一套3居室，面积不低于200平米。另外，婚宴时要给酒席上的女方亲戚每人准备一个红包，金额为88888，清单上女方亲戚来人不低于100人。昂贵的5金珠宝首饰以及其他常规费用，粗略估算一下，周磊娶这个女人回家花费要超过1个亿。说说吧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家周磊？伯母，我和周磊恋爱4年了，现在是时候结婚了。周磊很喜欢我，他说他离不开我，我也很喜欢他，愿意嫁给他。儿子，这个婚咱们结不起，太贵了。伯母，您对我是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们今天才第1次见面，哪有什么意见呢？倩倩，我看你长得挺漂亮，文文静静的，我家周磊是个废物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这桩婚事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妈，你啥意思？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非要棒打鸳鸯吗？我看你就是舍不得花钱，为了这么点钱，现在连你儿子的终身幸福都不管了吗？儿子，你想知道什么是幸福吗？我不想知道。朱晴，你这个冷血无情的女人，你满身的铜臭味一辈子都钻在钱眼里了，无论什么事情你都要拿钱去衡量，难道世上除了钱就没有感情了吗？你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总是那么武断专横，难怪当年老爸宁愿留在老家也不回来。像你这种人懂得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幸福吗？你今天要是因为这个屁大一点的彩礼钱就强行拆散我和苏倩的话，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没想到我含辛茹苦拉着大的儿子，今天因为一个拜金女而当面指责我，对自己的母亲直呼其名，大呼小叫。看来不用点手段，周磊以后还会狂妄到不知天高地厚。儿子，是妈妈太肤浅，你说的话很有道理，妈妈确实不该拿金钱来衡量你们的爱情和婚姻。你好，麻烦你把我的副卡给停了。随后我又联系了助理，立即封掉了周磊所拥有的一切资源，包括房子、车子以及人脉关系。好了，儿子，你们现在的爱情和婚姻没有铜臭味，很纯粹了。如果在你一无所有的情况下，你还能把苏倩娶进家门，妈妈给你道歉。等2人失望的离开后，我又给助理打了一个电话，小陈，帮我去了解一下周磊和苏倩的日常，重点调查苏倩的成长历程。好的，周总，我这就去办。不可否认，如今的社会，女尊男卑的婚嫁观念越发深入人心，娶妻的成本也是日益水涨船高。但这种一张嘴就是千万彩礼，外加各类不动产直奔1亿元的反人类结婚方式，除了脑子有病以外，正常人绝对想不出来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。如果不把这个搞清楚，我和儿子可能会陷入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漩涡中去。周总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苏倩的背景查清楚了吗？还有他们俩正常吗？正常，没什么问题。我看完资料回到家，儿子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着，家里没有苏倩的身影，莫名的松了一口气。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从小爸爸就不在我的身边，而且您平时又忙，也没人管我，我一个人习惯了，有时说话口无遮拦。不完全怪你，妈妈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不该那么武断。妈，那您是不怪我了吗？母子哪有隔夜仇，妈妈不怪你。妈，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倩倩怀孕了，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，我真的是太激动了。怎么，妈，难道您不开心吗？还有啊，倩倩今天真的是深明大义，没和我吵架不说，还劝我回来给您道歉。她说家和才能万事兴，倩倩真的是个好女孩。那个彩礼清单其实是她爸妈写的，现在倩倩也怀孕了，一切都好商量，价格还可以谈的。妈，你说你儿子棒不棒？婚都没结，就帮你先赚了一个孙子回来。哎，周磊真是个蠢材，被人挖坑了都不知道，彩礼和怀孕凑在一块，这分明就是一颗双重爆雷的定时炸弹，一旦引爆，将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是苏倩的爸妈让你来约我一起见面谈你俩的婚事吧？妈，你真乃神人也，不愧是我周磊的妈妈，不仅身价过亿，还料事如神。我就先撤了，今晚要去陪你儿媳妇了。说完，周磊把写有地址的卡片放在桌上，然后潇洒的离去。看他的样子，一定很开心。这个苏倩的一家人果然是贼心不死啊！坑人的伎俩竟是如此拙劣。既然怀孕了，为什么上午来的时候不说呢？看来他们一家人气不少。到了约定的日子，我走进包厢，周磊和苏倩就迎了上来，两人笑得特别灿烂。再看苏倩的爸妈，倒是没有多么不动。
只是坐在位置上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已是客气，有种高高在上的傲气感。伯母，您请喝茶，感谢您今天来参加我和周磊的订婚宴。苏倩，你坐下，今天是你和周磊的订婚宴，你才是主角，端茶递水的活是服务员干的，别自降了身份，被人瞧不起。我看了苏倩的妈妈一眼，虽然穿得很是奢华名贵，妆容也精致，但丝毫掩饰不了她眼神里的贪婪。苏倩，快去给你爸妈也倒上茶，免得他们会吃醋。苏倩，你可别这么轻贱自己啊！就算是倒茶，那也是周磊来给我倒。周磊要是礼数不周，不懂得尊重岳父岳母的话，你确定要这么草率的嫁给这个人吗？妈，你别这样，今天是谈我的终身大事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我们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今天以和为贵，以后周磊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你就不要太计较了。傻孩子，你真是糊涂！你和周磊在一起的4年，你当牛做马，服侍前服侍后的，在他面前像个奴婢，现在都要准备结婚了，还继续这么跪舔吗？妈，你别说了，今天谈正事要紧。看着母女俩的对台戏，我压根就懒得接话，只是坐在桌子对面，淡淡的品着茶。妈，你别光顾着喝茶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！这傻儿子真是一点也沉默住气，对方在下套呢，他却着急的往里掉。儿子，你希望我说什么呢？亲家母，我女儿现在肚子大了，必须要结婚。这是好事啊，我不反对。不过既然都怀上了我周家的孙子，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至于彩礼嫁妆什么的，那就没必要谈了，咱们直接聊聊准备婚宴的事情，以及后面宝宝出生的事儿吧。那怎么行？我女儿可不能白嫁。闭嘴，给我一边待着去！女儿的婚姻大事，平时你不着急，关键时刻瞎添什么乱？亲家母，我看你也是个有文化修养、知书达理的人，又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总，想必人情世故不会不懂吧？孩子们的婚姻大事，我们做父母的绝对马虎不得呀！该遵守的习俗的遵守，该有的流程也要按流程办了。再说了，我们老苏家也不是小门户，我和苏倩的爸爸都有正规事业编制的。接着说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个彩礼肯定不能少，要按规矩按流程来办。如果不讲规矩，越过流程的话，对孩子们的人生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。特别是我家苏倩，搞得像很不值钱似的，那要是嫁到你们家，以后还不得被你们周家往死里欺负啊？行，既然你要求彩礼，那这个嫁妆你们是怎么准备的呢？你说嫁妆吗？这个是在彩礼之后的事，我们那边是先把彩礼谈好，双方满意之后再来谈嫁妆的事儿。凡事都有个先后顺序吧。亲家母，你说是这个理儿吧？那你报个数吧。既然亲家母这么爽快，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第一，关于家庭用车的问题，我女儿喜欢保时捷，再给家里的保姆配辆宝马买菜就行了。第二是之前给我们二老买房子的问题，我现在觉得没啥必要，以后等苏倩和周磊结婚了，我们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那个400平的别墅就行了。你看我们有诚意吧？这一下子给你省了将近1000万。苏家妈妈的算计着实过分，一开始那份清单上的费用大概在1.1亿左右，这会儿又装模作样的减掉一些。但是这彩礼还得要1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苏家人也是讲道理的，我女儿去谈彩礼让你不满意，那这次我们表明态度，率先给你让步，你要是没意见的话，咱们就在这里签个协议吧。既然结个婚都专业到书面协议这个层面了，那我也不能让你们失望了呀。你们苏家的规矩已经说完了，那现在轮到我说了吧。黄律师，之前我让你准备好的协议呢？我准备好了。你也准备了协议？他说话时嘴角微微抽动，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我，显得特别惊讶。果然有猫腻。是的，你们苏家有规矩，我周家岂能没有呢？那你说吧。周家的规矩就是我这边的彩礼定下后，你们的嫁妆也必须得跟上，而且你们那边的嫁妆必须遵循周家的要求，这也算是互相尊重对方的礼数和规矩，合情合理吧？那是当然。亲家母，那你是同意按我的要求给彩礼了吗？我就说嘛，上市公司的大老总出手肯定阔气，只要我们双方都有诚意，什么事儿都好谈。看吧，1个亿的婚姻保证金就到手了，苏倩，你以后有好日子过了，哈哈哈。我同意你们家提出的1亿彩礼，但是我有个前提条件。好，你说吧，只要你能答应这1亿的彩礼，什么条件你随便提。我的前提条件是，我可以给你们1个亿的彩礼，不过你们苏家的嫁妆要翻倍。接下来苏倩的妈妈会如何应对？这1个亿的彩礼他们能谈拢吗？未完待续，下集更精彩。